事儿啊。但凡我送给这些大佬的，你看见了，还是你朋友被我输送过去了？给大佬了。我在隐藏什么？你是谁的小号啊？是谁的走狗？我在隐藏什么？你是谁的走狗？谁的小号？谁的孙子？谁的子弟？你的祖宗是谁？你的祖宗是谁？孽畜！做自媒体的，我就说实在的，做自媒体的，但凡他有一点问题，他可能不长久。我这么多年，我神清气爽了。你不，这有人不是录屏吗？给他录过去。对不起啊，我是好人，但是我可能我做不到那种就是楚楚可怜那个劲儿，背后捅刀的劲儿。我喜欢硬刚，我是这个态度跟你刚的。还有就是那个，前任的那个朋友们啊，小心点儿。我不是说挑拨你们，你们看直播了，你们大概知道一些事儿了啊。无非就是二把刀跟我在一起了，然后就针对我的一些谣言就起来了啊，甚至还要毁了二把刀。你就说这种事儿吧，一般人做不了啊。你好歹跟人家在一起过，你怎么可能诋毁人家呢？对吧？你诋毁我，你诋毁别人都不对吧？人家二把刀还为你多说话，是为你压着事儿呢。终于和好了，何来嫌隙啊？大家买专辑啊，大家买专辑，有喜欢我们的专辑的话买一买。我们赚钱吧，正大光明，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才华或者自己的本事赚钱。有一些机构啊就不一样了，可能用一些非常非常就是低质恶劣的一些产品和材料啊。没事自查一下，省着别人查到你们。
下播吧。谢谢猴哥健身的粉丝灯牌。你咋老这么多白头发？头发白就是老。谁告诉你头发白就老？我14岁就白头发。谢谢花的粉丝灯牌，谢谢寿司的粉丝灯牌。谢谢寿司的为你闪耀。来了。只有4可以更新，不可以。这周4还不可以啊。齐品啊，秦品在刷那个啥呢？刷那个柜子呢。谢谢灰色空间送的粉丝灯牌。他干活比我干活细。谢谢灰色空间点亮的粉丝团。粉丝灯牌和粉丝团有啥区别？好羡慕我俩，羡慕我俩啥呀？谁让你拍我了？给版权费了吗？再刷7，对。刚才吃了一碗饺子，够了。图哥怎么满脸从容？你啥时候看我满脸愁容了？等着干吧。你刷的颜色的不同，颜色的不同。他可能第一遍他就不会刷的那么均匀，因为它本身它就是那个深颜色的柜子。这个要洗了吗？泡在水里也行。原本它是一个木头，就是那个，就是。这泡水里那一会儿不就变湿了？变湿了没事啊，变干了才不行。这玩意湿了颜色不会变浅吗？
不会。要多刷几遍，要刷3遍。这咱没买清漆，要买清漆，刷上就保护了，而且清漆它显得光泽。清漆就是刷上保护颜色，然后我又忍不住了。清漆是哪个漆啊？清漆就是透明漆，保护的。搁那个洗手间泡的。行。行的，宝贝。这个灯是我宝贝安的。这个灯，这个吊灯我们给换了嘛，换成我宝贝安的一个吊灯。又买了一套别墅，我买了一栋。和好了吗？我俩也没怎么地了啊。这个灯，因为我们想做那种就是欧式风格，所以就是这个灯是一个编织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灯有一点小，我想买大一点，小。泡的，拍我干嘛呀？还洗手。其实拍他心里可爽了。怎么卡了？不知道啊，我这没显示卡呀。你们也卡吗？你们卡吗？不卡了。不是，我感觉你们一直在卡，因为你们说的话是我前10几秒钟说的。为什么会卡呢，宝贝？啊？你看你手机卡不卡？你有超时未回复的消息，请尽快回复。好了。并排排来，并排排坐。干嘛呀？直播呀。困？你困了？
现在卡不卡？不卡了。有人买东西吗？有的要换的。卡？刚才来个短信，所以卡，现在还卡吗？发送了一条短信，你是发短信的吗？不管了。不卡。就卡了一下。手咋的？手刷漆了。你们看到二把刀刷的那个柜子是我刷的。冰水。我正找水，找水喝。谢谢原野的小心心。谢谢开心每一天的跑车。哦，是冰水啊。你不说冰水吗？是啊，我们的冰箱可以制冰水。咱们在北京的冰箱都没这么凉。是吗？嗯。可能没调吧。这个是冷冻的。人那个3000多的直接可以往那个注水口里注水，然后可以喝冰水。它就是旁边有一个，就是这个门这个位置可以往里边倒水，倒饮用水。但我一想，那不跟菜串味儿了吗？倒饮用水它会冻成冰块吗？不是，会冻成冰水，就是冰冰的。立马就出冰水了。不是，也得冻一会儿。就是相当于就这个保，那叫什么冷藏，然后把水冷藏了。亚长期在这住了吗？暂时吧。手怎么了？手刷漆了。来，刷了点漆。哎，那门还没刷呢。刷了。你想刷吗？我不想刷。不是现在没事吗？跟他一起刷呗。不刷，不刷。明天再刷呗，一天刷一点呗，着啥急？刷漆挺累的，刷漆都累，那刷漆还好吧就。老婆你累吗？我就想啥我没干，我累啥？刚才我自己搬，看手印子粘上去。
你咋不等我呢？你不喊我呢？昨天不在直播间说了吗？我自己能干的事我自己干了，舍着你问我为什么。那你直播能一个人播？不能，我累了。延迟到今天了吗？什么？背音噪音有点大，因为我们刷了漆，不能关门窗，关门窗这个味儿就散不出去了。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挨着这个马路的，门外边就是马路。要说咱们是在 CBD， 我们这比较太繁华了。对。惠阳 CBD。这种水性漆其实还好，它有甲醛吗？这个？一丢丢吧。你不是有那个甲醛监测的那个？那测不出来，那南北对流一放就能。开美元了吗？都失真了？什么失真了？我们失真了？没有，本来就长这样。我们又没有开瘦脸，只是开了个美白。这叫失真了？只能说像素不好，是不是有滤镜？有滤镜。今天有个好消息，钱要回来了。那不是昨天就要回来了？而且我们把利息也要了。我们把利息也要出来了，一个月200块钱呢。他昨天直播跟我说，那个一个月200块钱好像是，然后呢，昨天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利息要了吗？他说没要。我说那你为啥不要啊？一个月200呢？然后他就去要去了。要出来的代价是他前任又损了我几句。他前任说天天 PUA 怎么样的，我心想谁都不如你。他前任 PUA 的，就对外好像自己开多少家店似的，然后让2把刀那个给他贷款，什么东西？这我可以随意说了吧？说的说。别让他找我就行。你不把他拉黑了吗？他上哪找你去？打电话你也拉黑啊？谢乐感家的粉团，粉团灯牌，点亮粉团。说的谁呀？说的他前任。谢老陈的粉团灯牌。对呀，我说我 PUA，我可没让我对象去给我借网贷去，我可没做过这种事儿。我觉得这才叫 PUA 呢。你说你做着生意，完了你不分钱给你对象，完了还让你对象去借那个房贷、那个车贷，不是网贷去，还有直播间谁到底天天录屏就没事就往外发呀？狗腿子呗。欢迎拳头大哥。悠个屁呀你！一来就阴阳怪气的。要必须要，对啊，干嘛不要啊？1300块钱他不要，我说那你为啥不要啊？他就去要去了，要完了就拉黑了。
1300块钱，够吃好几顿那个烤肉的。两个人200块那个自助烤肉，200块能吃6顿呢，连吃能吃1个星期。对啊，为什么？我发现你要完了吗？要出来了。昨天那个就那个啥了，昨天就把那个网贷还上了。得到恋爱脑，不知道他有些时候吧，他做的事儿吧，其实是好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不太，对，不太理解啊。分享了他的什么意思啊？42级升级报告啥意思啊？他在哪儿？刷到了快42级，在这块在你直播间升到42级的？不是，他肯定是在别人那刷到快42级了，完了来这刷了一个小礼物，咔一下挣到42级，然后他觉得说，对吧？那说明咱们直播间还是拳头大哥想要给自己留下纪念这一刻的直播间。拳头大哥，我们年底会那个返点钱的啊！你又误解我，返点钱，让你见到回头钱啊！拳头大哥那个要专辑吧？我们专辑做出来了。对，拳头大哥免费送你一本。你们俩穿个同款不同色衣服，我们那个衣服就是照着这个衣服的版型来做的。有绿豆看没有？有绿豆看。呀，谢谢！我的妈呀，这什么呀？我的妈呀，过年了！我还没见过抖音飞艇，谢谢。不是拳头大哥，我觉得你真的错过了一些事儿。昨天晚上太精彩了，你差点就来不了我们直播间了。我直播都快注销了，昨天晚上历史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对呀，你真的错过好多。那为啥要把群子给注销了？群注销了，因为就不想看到就是有人在议论啊，这么严重。昨天是黑色星期天。我之前睡到5点，昨天只睡了几个小时。叨叨都被骂哭了，我可没骂哭他啊，是他自己在那块哭了。我哪一句话我骂他了？看完了，你们都不用上班吗？昨天太精彩了，特别是到最后的那个1个小时，吐吐嘴皮子，叨叨说过，拉倒吧。昨天不是明显我说不过他吗？谁他妈昨天能看出来是我说不过他呀？我这么能说的人，我都觉得我说啊，我就觉得，那就说明平常我就没跟你较真儿。今天换这个灯，换的时候这个灯就是我一撒手直接掉桌上摔烂了。其实故意的，想摔我脸上。没有，图图就在下边正在给我打着灯呢，差点把它砸了。你就说咱们家人们，你说谁能就是谁能放心他干点事儿？今天他好不容易换个灯，结果他那个灯他把那个都卸下来了，然后他不拖着点直接就砸下来了。一会儿去直播间找你俩哔哩哔哩直播回放，谁呀这么无聊？直播回放。对，全都真的错过好多。全都大哥又走了。
抖音上有人发了都啊，这让我看看。为啥这些我都刷不到呢？我也刷不到，包括啊，你刷到我也了？刷不到，包括绿豆的那些片段我都刷不到。我也刷不到。说白了就是最近没来，就昨天好精彩呀！啊，刷到了。经济不独立，吵架都没底气，卑微。知道了。精选最新，筛选最新啊！不管怎么说，都是土豆的错，这都是我的错。不是，全都，你想不想复盘一下？让我们，你要想复盘一下那个，那你就自己复盘吧。不是，我就让那个二把刀复盘一下。我都忘了。记忆力不好是吧？我忘了。别复盘。说实话，挺想站叨叨的，但是第二期吧，叨叨的那全都是错，什么是我的错？所以你俩磨合出沟通的方式了，磨合不出来呀。我觉得就是没办法呀。我觉得吵架就吵架，那咋的呀？我俩吵架也没说想着分呐之类的，就只是会觉得说，如果说就是实在不合适的话，那就不要折磨彼此嘛。但是该吵架，我觉得就要吵架呀，为什么不吵？他前任还跟那个二把刀说呢，说那个啊，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他可倒好，全说出去了。我心想，你这个家丑，我一直都不想养你，你好不容易就是说你把钱还了，我才愿意养你的。我告诉你，你是家里最丑的那个，我告诉你，出的事儿。昨天到500人了，我不知道到500人了。昨天到500人了吗？我咋不知道？今天妈妈来了吗？没来。妈妈可能知道我俩吵架了，没来。我觉得。想吵不起来才难受。反正昨天我听他的视角去讲一些事儿，我就觉得啊，怎么是这样？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他的视角里边，我是那样的。600人了，叨叨哭了吗？哭了。昨天他为什么哭？那个他买了一个破塑料的，在阳台上买了破塑料架子，然后我让他退了，然后他觉得我不尊重他，家里所有东西，他买一个小破东西都没有权利，他越说越伤心，他觉得他没有参与感。对，扳手给我笑醒了。扳手能用不能用？那不挺好用的吗？也是金属的。你俩好好的，昨天看叨叨手足无措的样子，他手足无措啊？他哪儿手足无措了？他理直气壮的在那块就是跟我掰着那些事儿。白色的涂料是的，谁说人用涂料？你说说。
叨叨可委屈了，哪委屈了他？都是假象，告诉你。昨天下了播以后，一句话没吭，那乖的，我告诉你，他就是你们给他撑腰，他就腰板就硬在那边就死犟，你知道吧？他私底下认错态度特别好，就你们惯的，我告诉你。正好下了播，我说你是现在想聊还是不想聊？他说聊呗，然后我就说来，欺负叨叨了，我他妈欺负他啥了？临他妈睡觉，我说那个钱还了吗？还了。我说那个利息要了吗？没要。我说你为啥不要啊？1个月不2000多吗？然后他就要去了，要完了以后，要完了自己拉黑了。不是1个月200多的利息，10万的时候是200多，后来变成100多了。这你怎么敢的呢？我就说你怎么敢去借10万块钱？我现在我都不敢借10万块钱，你知道吧？你知道吧？就是我不敢借10万块钱，我不敢花信用卡，你们懂不？除了买房子，我敢借那个房贷，啊。就那种网贷我从来不碰的，啊，就是那种什么那个什么花呗呀、什么信用卡呀，我都没有。他们就敢，你知道吧？而且还不是给自己借，给别人借，牛逼。网贷，他这也不算是网贷吧，就是银行贷款。招商银行的一个贷款项目，1个月200，说实在不多。10万块钱。对呀，200块钱不多吧？我觉得这真的不多，啊，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关键人家对方还在外边炫自己的那个有钱人设，然后还在就是那意思就是说那个什么反正就是还就是他俩分手的时候还在说他不好，对吧？但你本金也得还了，都还了，昨天，利息和本金都还了。都还了。他前任跟他分手的时候，大说特说，在那个群里不光骂我，还骂他，那就是跟疯了一样。对，我就说这个我生气，人他妈给你借的那个网贷你不说，对呀，好多群在传，完了结果现在我俩在一起，各种他妈散播我的谣言，然后各种跟他挑拨，昨天还在挑拨呢。你怎么有脸的呀你？我这说实在的，就是叨叨一直压着我说这些事实，我早就想把这些事实跟大家说清楚的。对呀，我全都咱俩是一样的性格。我说他妈的，你又在这说我坏话，完了又说叨叨坏话，完了叨叨还他妈为了你借的网贷，你在外边装的他妈跟那个富二代似的，对不对？天天我他妈百里屠夫，我再怎么着，我没让叨叨花1分钱，我也没让叨叨借1分钱。你他妈可倒好，让叨叨借点钱，完了在外边一顿装，对吧？还什么我 PUA 他，我让他做什么了？就说二把刀跟我在一起是什么想成为名媛，完了才跟他分的，然后说二把刀不务正业，说什么二把刀早一心，就是那意思就是一直都想当什么名媛之类的，我他妈说的特别难听，在群里，你说过的话，你他妈现在装孙子了你，还不希望我们提及，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一提这个事儿吧，他在那块炸了。
他妈你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你他妈的想没想过我们什么感受？现在你说完了，你爽完了，不让我们吱声了，太无耻了，你有点儿。不涨了还钱呢？第一次5万是我让二把刀要的，第二次5万也是我让二把刀要的，对吧？昨天直播咔把最后5万要回来，要不然这5万啥时候能要回来啊？太装了，你知道吧？就是他妈在外边说完我坏话，完了不希望我们提及他。你想什么美事儿呢你？心太软。不是心太软，就是有一些事儿吧，就是说白了，他可能觉得吵也吵不出结果，但是呢，你要不吵的话，别人拿你当软柿子捏，你知道这个事儿吧？幸好不算太多，10万块钱对于他来讲挺多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也多呀，10万块钱。10万块钱对于你们来讲多不多？你们自己就是全都人不说了，全都人家开那个牧马人呢。10万块钱对于你们来讲多不多？你们自己说。一般家庭10万块钱挺多的了。绿豆在哪里看？在 B 站搜百里屠夫绿豆。1000都多，1000的话能要就要。你关心专辑是不是？10万都是你全家对呀，你干嘛不要啊？完了你他妈在外面还装逼。我这个我真忍不了，你在外面就是一天天就可能就是在那块造谣说我们不好的，完了他妈的你有本事你也来直播呀，你把你的想法你说出来，来我看看。我们在网上说的东西全是事实，全都是真实发生的。他在私底下背后在那块跟那帮所谓的名媛那些肌肉男在那块造谣我们，这个事儿我忍不了。对吧？主播，你是不是北方人？我他妈早就想干他了。我妈7年借出去800，这钱给我能过多好的日子？全都的42级的牌子都不止800个吧800万，人说。42级的牌子也挺多钱的吧？不会。哪里找不会？你去百度搜 B 站或者搜哔哩哔哩，然后点进去那个网站搜，然后在那个搜索栏搜百里屠夫绿豆就行了。不管多不多，借钱就应该要回来啊！许多人觉得你不好意思要。天天在外面装逼，这个开这个店开那个店的，完了10万块钱没有，让他们2把刀借他们网贷去，什么东西啊？完了还说我 PUA， 他妈你这才叫 PUA， 我告诉你。谢谢关注。网贷借别人是理直气壮，是的呀。我还说那是他俩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你俩的事儿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了，所以我让他要回来。我们要回来这个钱，我们自己花了多好啊！自己还不得还吗？还也比那个强。你这要不回来的话，这个钱不就是我跟你承担了吗？肯定能要回来。
要回来？那你要啊，每次都他妈我出面给你要，得罪人的是我。给粉丝发福利都给比他强，那我不会，我不会给粉丝发福利。粉丝这么多年白嫖我都没算账呢。毕竟图图是一家之主。要完了，要完了。要完了以后，你知道吗？要完了以后，他前任跟那个二把刀说啊，我真的不希望你们再提及我了，啊，我真的不希望你们再提及我了，别再消费我了。谁他妈消费你？你哪位呀？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大家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只能说二把刀选的对象真的太恶劣了。还消费你？你是什么出身呢你？我的天呐，你粉丝，哎呦我的妈呀，粉你的都不用去看那个动物园了，直接看猴了就。别搁这诋毁人家，到时候万一干嘛呀？我干嘛不能诋毁啊？他造谣我怎么了？万一他录个屏，到时候你赶紧的，让他报警。他造谣我的那个截图我都有。赶紧！有些时候我都不愿意说。我告诉你，我手里还有一个网炸的消息，我都不愿意说。这是说白了就是，说白了这跟二把刀也有关系，我就没办法说啊。有多炸？非常炸。二把刀都忍就在那块笑呢。对吧？你别惹急我了，你对吧？惹急我了，咱们就碰一碰。图图瘦了没？没瘦，还是这么胖。能不能把鱼塘炸了那种？哎，真的炸鱼塘。我哪有鱼塘啊？没有啊，也快了。二宝，你现在幸福吗？现在肯定幸福啊。钱真的是很好的试金石，刀哪有吃鱼塘啊？也算有吧。我哪有鱼塘啊？别逼我说下去。什么？荷塘月色。那你还是说说吧，等有机会的。谁呀？好奇，全亮大哥，你再刷一个刚才礼物，我就跟你说。我给你讲一讲具体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在直播上我就可以讲，你再刷一个刚才那个礼物就行。今天咱们的炸点就看全能大哥给不给力了。呸！真的烦了。2000块钱呢？不止吧？就2000块钱，我以为是那个。你可是向着叨叨的，你不是爱听八卦吗？我以为是那个3-5千的呢。没见过吧？那个特效。应该是42级的礼物的特效吧。大哥快刷吧。
谢谢这个，你看人拳头大哥送完礼物，这个小心心你都不读了。谢谢用户862916626989的小心心。之前一个粉丝灯牌，天天读粉丝灯牌，人拳头大哥刷了一个大礼物，粉丝灯牌也不读了。那都读出来了，不就跟拳头大哥是一个等级的了吗？现在弹幕我就只能看到拳头大哥说的话。那如果拳头大哥真的刷了那个礼物的话，你俩够了。如果拳头大哥真的刷了那个礼物，我可以说这个事儿吗？你想说你就说。你在吐沫干嘛？紧张。你想说你就说呗。你还是紧张对吧？你反正你想说你就说吧，你要真想说。谢一次就好的粉砖灯牌。你看他紧张的咽唾沫。那拳头大哥就不会刷了。拳头大哥肯定会啊。他就是看我这个表情，他就不想刷了。我觉得你是在给他台阶下。谢100分的点亮粉团和粉砖灯牌。我心疼叨叨，你看，顺坡下驴。还是拳头大哥心疼人儿。用小号刷，成熟了好多。你说留了胡子吗？他要不了解你成熟啥呀，在那边没话找话。这个什么罗摩你认识啊？谁呀？不认识。鸠罗摩都不认识。不认识，别套近乎了。1年前还是青春。我1年前也长这个样。性取向有问题咋的了？你一个假头像，你要真长你头像那样，你的粉丝不至于29个人。长得丑的就喜欢用这种。你身上你估计你都得有点味儿，你真的你应该有病啊，生不出孩子感觉，滚吧。当时没有胡须，那你可能看错人了。我这胡子留了有5年了。那谁呀？我陪乱说话。之前要跟你处对象的那个子博，他连 B 站是什么都不知道。把它插出去，插出去了。什么时候更新绿豆啊？还舔吗？吵完架还舔个屁呀！改结局，改成一个悲伤的结局。改成悲伤的结局，就1集就完事儿了。就咱们就更新1集，完了就大结局了。行，省事儿。正好我也不想剪了。是。剪完之后就休息，就该干啥干啥。不是和好了吗？和好了也会有那个裂缝。需要拳头大哥刷一个2000的礼物。好久都没看嘉年华了。嘉年华3000吧。想在那个嘉年华的那个舞台上，就是咱俩躺在那个舞台上聊心事，改悲伤的。改悲伤的真的就1集就结束了。对，没有第2集。就剪完之后就可以，你就可以去那个住院了。住个屁！你不得
住院吗？叨叨谢谢我啊，谢谢拳头大哥。哇，好讲故事，谢谢拳头大哥的嘉年华。哎呀，人家是刷那个讲故事，刷嘉年华。那我就讲1个半故事，因为那个是2000的，这个是那个3000的。不讲，对不对？想让我讲的请扣1。拳头大哥都发话了，你还要讲吗？拳头大哥谁啊？就刚才刷礼物那个吗？好，不讲。拳头大哥这个礼物是为我们的绿豆结局刷的。挺好，拳头大哥，估计这段时间出去那个可能。算一下啊，有艳遇，是个女的。哦，对，四川人。我昨天晚上可是有支持原声带专辑哦。啊。我们这2天就发货了，明天发货吧，明天发。我们今天发那个韵达，本来要发韵达，结果那个韵达说不能发，他说这种东西不能摔不能压，他们就不发，必须要，他说可以试一下那个顺丰，但顺丰的快递费都好贵。还是好开心啊，又把钱要回来啦，然后今天拳头大哥又回来啦。啊，是的，今天开心主要是拳头大哥好久没见他了。真好，觉得一切都顺了。我们发那个快递发韵达的话，都只要3-4块钱，但如果发京东的话要7块钱，然后发顺丰的话好像要20块钱左右，10多块钱，就很贵。韵达他们他那个收件人也还挺好的，就提醒一下，他说这种券我们最好不要发这个我们这个韵达，因为韵达都是扔来扔去的。现在都扔来扔去，其实。我以前在不给包装。我以前在那个中通干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在中通干过。啊，我大学的时候兼职做那个快递员嘛。啊，你还送快递？啊。那你怎么在我这就完全生活不能自理呢？我啥时候生活不能自理呢？你只要给我钱，我干什么我都可以自己干。京东也可以，对，我后来就发的京东。你知道刚才我刷了一遍柜子，我说那个里边有一点点小的那个角落，你刷吧，我直播。他说好。你知道，就是他说好，他在那刷柜子，他说好，结果我这边就在准备直播，他就一会儿就说，这得用小刷子刷，没有小刷子吧？我说有小刷子，小刷子在哪儿呢？我说在桌子上。桌子呢？在哪儿呢？我说就在那儿啊。哪儿？就那种，哎呦我的妈！那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是我自己干吧。那你直接把刷子给我找出来递给我就好了呀。我自己刷了多好呢？就这种，他完全不能自理的那种。你不就喜欢别人什么都依赖你吗？我这就是百变怪，我对象喜欢什么样的，我就是变成什么样。拉倒。这样就不用担心说，就是气泡袋儿。没有，我们没有气泡袋儿。这个应该那么贵的快递费，应该给咱们一个快递盒加上。我给他说给咱们加快递盒了，他说加快递盒得加3块钱呢。3块呢？啊，我说行，那人家买了10本专辑呢，1000多块钱呢，然后我们就加个就加3块吧。真假了？啊，他快递费十来块钱。鞋底的抽坯，我呀打几次就能自理了。它是间接性的，你看今天我做了好多事情，因为我力量没有他力量大，他在那块就是用力的时候，我感觉真的好 man 啊！就在旁边，我真的觉得好 man。你觉得家里就还是得有个男人是吧？不是啊，我如果说要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找别人了。有你真省钱。
今天我们独立安了水龙头，安了那个燃气的那个角阀，安了一个灯。燃气热水器，对，燃气热水器的管子，然后拆灯装灯。其实作为34岁来讲的话，这35岁来讲的话，这也没什么炫耀的。但是要是能自己用电钻，其实这些全都可以自己做。对。搬去哪里了？但我觉得现在35岁的人好像大家生活能力都不如前几代了啊。我小时候我就爱动手装东西，就是拆装的那种。那你会问别人吗？为什么？这个拆这儿行吗？不会啊，因为那都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就想怎么拆怎么拆。那人家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肯定不能随便想干嘛干嘛。什么意思？你觉得家里不是你的家是吧？不是啊，我没有说不是我的自己的家呀。那咱们俩就是对于这种东西的标准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呢马马虎虎的就行了。那今天我让你把那个盒退了，你会不会也生气啊？就把那个毛巾架。那是因为你已经买了，我肯定要退啊。其实我之所以让你退，是因为那个颜色我不喜欢。那你买了没有？我记得它是有那个支架的，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操作台就是。你的花洒不是那个颜色吗？是白色呀。白色的花洒。对。那你又没跟我说，那我哪知道？我记得当时2把刀是没胡子，那你记错了，你看的肯定不是我。是我过时了，你这个鸠摩罗真的是，他说的话我都看不懂。你肯定认错人了，因为我这胡子留的将近5年了，就是一直有胡子。花洒之前也是有胡子的呀。对呀，我就大学之前不是连毛胡子，但是是那种。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留胡子了。山羊胡、八字胡是吧？他大学的时候特别像那个老版那个《水浒传》里的那个豹子头林冲。你说我那个眼睛是吧？就是整个人感觉，对，就是他大学20岁左右，他像那个老版《水浒传》里的豹子头林冲，对。瘦的时候像直男，可能是吧。很凶那种，林冲一点都不凶啊！你们不看林冲吗？林冲是《水浒传》里边特别文绉绉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他虽然说是武将嘛，但是他文绉绉。走了，谢谢卷德大哥，谢谢，祝你睡得好吧。怎么把群给解散了？把群解散了，因为我昨天吵架了。我不好意思直接把他拉出群，所以我就都拉黑了。图图美颜太重了吧？一点都没有，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天生长得就是有点模糊。对，因为你们晚上看那个手机看的就是眼睛有点散光，有点就是有点模糊，是正常的啊。谢谢小胖小的小心心，谢谢小胖小的小心心。昨天那个下播了，那个就聊聊天儿，让他要利息。谢谢万的点亮粉团的买，谢谢胖虎的加油呀！谢谢冰汤圆的关注，谢谢冰汤圆的关注，谢谢怡安的粉团的买。
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你在礼物厅的时候，你怎么不反驳呢？我懒得搭理你。那你其实你一直在听是吧？没有听，拉倒吧。谁会看你没事看你直播干嘛呀？我在没有啊，玩我的游戏因为你全程你没关门呐，就是在偷听啊。就懒得关门，不想动。真的吗？那门我睡觉的时候也一般也不关的。放屁！在这么睡了2-3天了，你每天都在关，你真的一直在口是心非你。那你承不承认你反驳性人格？不承认。行。那你承不承认你是反驳？我不承认，因为我从来不反驳，我只是在跟你讲道理。因为我觉得你的视角里边的，就是你会漏掉好多好多细节，但是我的眼中，我会把很多很多细节都记在我的讲述里边，所以我觉得你的讲述是没有根据、没有理由的，就是你没有就是事实根据的，你缺少很多支点，明白不？你讲故事，你比如说你还原一件事情，你就讲完了，就中间好多事儿你都不讲。我是什么细节我都会讲出来，然后大家听完了啊，这我就会说，可能按照我主观视角是这样的，可能他的主观视角是这样的，我会说2个视角，你完完全你在说你自己的视角，而且你会漏掉好多东西，不承认，放屁！你也是以你自己主观视角来讲的。我一直在说2个视角，昨天看我直播的都知道。我包括我在讲跟前任们的故事，就是跟我之前接触过的，这个怎么样？对，可以不要讲大道理，你不敢滚出去。你他妈是啥呀？我直播用不着你来指挥，臭傻逼！我直播我播什么用不着你来审核。你妈死了，非得他妈来直播里他妈说那个没用的。傻逼！别生气，不生气。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没有。谢谢了不起的瑞德送的2本牌，图的是 S， 对。谢谢 FXQ 送的粉团灯牌。FXQ 比那个全都级数都高啊，但是好像没给咱们刷过礼物吧？从来没有。刷了小心心，都是送的为你闪耀，对，一点特效都没有。我看晚着急走还。专辑出了吗？明天出。专辑我们明天发货吧，已经出来了，就是已经到我们手里了，我们明天发货。点你了，这还用点吗？人都能听明白。但我只关注你俩，那你这50级是关注谁的时候刷的？对呀、那完全没有在我们这儿升级啊！你之前关注谁了？我们想知道这个级数的走向。明天可以买了吗？可以买啊，现在就可以买。我们可以买。我们那个专辑呢？专辑现在已经发到我们手里了啊！我们明天可能就咋买？直接私信他，他叫2把刀。对，直接私信我就行，或者看我的抖音的主页的简介也行。对，加微信也可以买。对。然后我们明天就开始发货了。橱窗没有。橱窗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店是服装店，就是你可以上这个品类的，但是你没办法上这种音像制品的这种品类。那个得要资质是吧？对，那个得要那个什么，得要相关的资质。
出厂是衣服，是的。对，我们的衣服是上了小黄车了。你以后开直播就把小黄车挂上，我挂不了你的小黄车呀、可以挂。怎么挂呀那也不是我的小黄车，你就先把它加到那个选品车里，加到你的可以厨房已经被可以选品了吗？可以。是你谁说的？你我试过就是这么加到我自己的那个橱窗里的。也算是家人叨叨微信了，是的，早就可以了。不是早就可以，昨天才可以的。他之前只是一直在抖音商城，但没有办法加小黄车，后来真的可以加了。昨天我刚设置了佣金，他就可以加了。因为大家啊，你还设置佣金了？啊、别人也可以带。可以，你们如果直播间里有主播，也可以带我们的衣服，我们佣金高达10%。10%，7块多。嗯，那挺多的。你为什么设这么高啊？因为也哎，等一会儿设这么高。因为也我买过以前图图戴帽的卫衣啊，啊，应该就是那件吧。设的高的话，别人就可以帮我们带货了。不过我们带也带不了多少，我们那个 M 号的好像已经卖完了，还是反正就很少了。我看今天好像没有了。但咱们的粉丝还都是那种，就是南方人居多。对，个子都是不是特别高的，质量不错，我穿了3年了应该。同性恋穿衣服本来就省吧，因为你们也不会有人扒你们的衣服吧，无人问津。同性恋应该挺喜欢买衣服的。他应该会扒下半身。我听说早上谁哭了？他昨天晚上哭了。形容一下当时是什么感受？什么感受？我就想着就开着直播呢，非得跟我吵。不是你现在在直播间里说我的吗？那你直接冲出来就跟我吵了。我没跟你吵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来，你说呀。怎么是我跟你吵？是你先在直播间里抱怨我，然后我说来，你别说了，我在这咱俩说嘛。而且那个就是 battle 嘛，那怎么就能涉及到哭呢？以前最爱听，越来越像你和金牛座。我觉得你真的不讲道理，我觉得你这个视角，我就觉得，啊，昨天不是你先挑起来的吗？好奇怪啊！别一会儿又吵起来，我今天我也不让他了。现在才知道图图这么有钱，我哪里有钱了？从哪里知道我有钱了？我有什么钱了？我们这房子都是贷款买的。对。曾经偶尔都变这种什么曾经偶尔什么？昨天是因为评论区里有人说你脾气特别大，叨叨维护你说只是因为太累了。我不喜欢他这么维护，他不讲就是别人说啊，是别人先说你脾气大，我说我脾气大，然后你再维系我，你才说的是。不然嘞？哦，但我不喜欢这样，就是我觉得就像他今天的这个行为，我会觉得说，就是他把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利息要回来的时候，他前任又跟他就是说我一些怎么地的时候，我多希望他怼两句再拉黑。因为他拉黑不是我让他拉黑的，是他自己拉黑的。但是我多希望就是说，
那你就可以说呀，你说你现在还在这装好人了，或者说你曾经你没 PUA 我，你才是 PUA 我吧，对不对？你这个你一点都不说，然后直接你就觉得说没事了就拉黑了，我这个看着我也不舒服。这个时候你怎么不维护呢？还有利息，当然有利息，网贷啊，就是那个银行贷款啊，当然有利息，1000多呢。昨天全当节目效果了，当一次交流嘛，一次不是那么友好的交流。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你什么，看你是导演，拍了这么去，觉得你很有钱。有不有钱看跟谁比，对，就是普遍的。我觉得观众，就是看直播的观众，可能只有10%的人是有钱的，对。就是大家其实来看我的直播，我觉得有10%的人算是有钱人，剩下90%的人大多数都是没什么钱的人，所以我跟这个90%的比，我可能算是有钱的，但是跟那个10%的比，我其实就肯定不如人家，对吧？但是其实，做自媒体的人，其实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做自媒体其实就是都还可以嘛，对，这个职业还可以嘛，要不然我也不会想着说让叨叨跟我一起做这个。目前存款500多，没有，没有，贷款500个，昨天把你吓死了，还说什么了？意难平，店长是直男吗？你说演员还是剧里边？现实当中他是吧？他现实当中他可能没出，就不太去说人啊。我的直播间里尽量不要聊别人的八卦啊，除非就是我的仇人。咱们就大聊特聊，别人的八卦咱不聊。其实你前任，我一直都觉得我也跟他也不是有多大仇，但是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就他昨天又跟你说的那几句话，我真的就觉得有点无耻，你知道吧？真的有点就是蹬鼻子上脸的，有点啊。但是我一直都不觉得说有多严重，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赖着缠着那种的。前任还放不下叨叨吗？那就不知道了。应该肯定放下了。应该肯定放下。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开始下一段感情了。前任为什么说现任坏话？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是我抢走了200刀吧。我觉得这是根本原因，他可能觉得是我抢走了200刀。对，他肯定是这么想。对，其实小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小大夫就是
我知道剧中人物演员现实，无缝衔接会觉得自己像笑话。无缝衔接分怎么个情况？如果说你一直做的不好，然后你不自知，但是别人已经表达过很多次了，那我会觉得说，只是你一直都不在意别人的感受而已。就像我跟小大夫也是一样，我现在我觉得小大夫挺好的，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谈恋爱不合适，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状态，你所有的压力他 get 不到，你的所有的情绪他也 get 不到，所以长时间下去，一个人如果对你失望的话，他就不再跟你表达了。所以你一开始跟你表达你不在意，后期跟你表达就不在意，那我就不说了就跟你分手了。你可能觉得是突然就跟他分手了，其实是你压根你就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啊，这个也可能就是他眼中的无缝衔接。心理年龄太大，我不是说我跟小大夫，我是说所有的那个所谓的就是说无缝连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可能有无缝衔接吧，就是他的情绪你一直都没有感受，对，你不尊重他，或者说你就是察觉不了他的这个变化之类的，我觉得咱俩应该不会无缝衔接，就是我觉得咱俩有什么情绪会直接说出来的那种，早有隔阂了。但可能在他前任眼里就没有隔阂，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分手了呢？我自认为百里屠夫，我自己没有这么大的魅力，我有吗？这是我觉得不可能有人会迷恋我到见我第一眼，然后就决定跟那个自己相处1年的对象分开，你知道吧？就是对吧？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魅力？别人一见我，然后就决定跟那个对象分开呢？被分手那方总觉得自己没问题，对的。你就是有，那你可能你就是需要找个 S。我见任何人我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见钟情。你有过一见钟情吗？没有吧？你应该不会有。一见钟情是，就是你见这个人，你就觉得说啊，好喜欢，能持续好久的喜欢，也不是持续好久，就是一见到他你就非常喜欢的那种。一见到就很喜欢的有啊。那我没有。那网上好看的那么多呢？那你就会好喜欢吗？就会觉得很喜欢呢？就会好喜欢，好想见到他，或者说想跟他在一起吗？那倒没有。对呀，那就是一种喜欢呢。就是觉得网上就很好，看着就很好看。对啊，那不算是一见钟情啊，只能说他好看，然后我觉得好看，对吧？入坑了，百里不是一见钟情，他对我肯定不是一见钟情，我俩应该现实当中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他来了之后，我都会觉得说这人太直了，就我不喜欢特别直男的那种气质。我见他第一面，我就觉得怎么长这个样，这个屌样啊，怎么？我见他第一面是在那个唯读会剧本的唯读会上，然后在一个那小微公司的办公室，就是好多人，他就坐在那个最里边一个白板的旁边，坐的还是站的我不记得了。然后我一进门，
我一瞥，哎，我说哪个是哪个是百里屠夫呀？然后一看一个人就是坐在最中间，穿了个白衬衫，我定睛一看，看了有几秒钟，终于认出来，哦，在那个眉眼当中有几分相似。因为我那段时间我是刮胡子的，对吧？对，刮胡子，而且头发留的也长。对，长头发还做了那种直男的那种发型，然后还比那个芝麻的时候还胖。我说怎么长这个屌样啊？为什么要加个屌样呢？就代表就是比长这个样还要那个让我出乎意料。你个死脸童！祛魅了，他对我也没有什么魅吧？对，他早就祛魅了，以前看他直播就祛魅了。可以看一下专辑吗？专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专辑的封面。打开专辑的第一页是一个歌词本，就是刚开始是歌词本，这个是跟着我走的这个歌的歌词，还有晚星、风筝、盖夫与屠夫、黑刺猬，就是这几首歌。这几首歌是在绿豆，这5首歌是绿豆里面的原声带歌曲，还有以前的2首歌是一个在意我，还有这个小说是合唱版的，是图图和志伟的合唱版的，在我们这个专辑里，然后加上一个光盘和 U 盘，光盘里就是刚才前面的这7首歌里边的内容 ，U 盘是除了7首歌之外，还有一些绿豆那个剧里的一些吉他版的伴奏啊，你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吉他版的那个背景音乐，就都在里边。然后背面就是他的歌的歌名，一个目录，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专辑。多少米179啊，它是有塑封的，这个我们是拆了一本啊，它是如果你们拿到手之后是有塑封的。在哪里可以买？去抖音2把刀，抖音搜2把刀，然后去我的那个抖音主页的看我抖音主页简介就好了。我的那个可不可以签个名啊？可以签名，你们在抖音上不是你们在那个微信上跟我讲就好了。叨叨的表达很清晰明了了，他说话还挺利索的。就是这个 Leo 雷这个雷@的这个号，就是看他的抖音主页的简介就好了，就可以就是买这本专辑的方式。谢迷迷糊糊的小心心。所以叨叨是被图图的才华征服了吗？他可能从来没接触过我这样的做事情比较认真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我工作时候很有人格魅力啊？会吧？我不知道那能不能称得上人格魅力。就你会觉得我现场就是全场我最忙。也不是吧，很想体验一下老头。就是图图，就是全场工作人员，就是什么事儿都要他指挥，而且他指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觉得好厉害。这个人好厉害哦！他妈的，你开个店，你有员工也是这样的感觉啊？然后就说这人好厉害，然后他片场又对我很好。没有多好，我就是礼貌啊。那我就觉得就很好。那我对那个谁不好吗？我对那个就是陈铎不好吗？我不知道哎。对，陈铎拍戏什么不知道。
可以说你慕强，我可能是吧。就我对每个演员都挺好的，我对他真的后期我就觉得说，哎，赶紧让他拍完赶紧走，他演的也一般，然后事儿还多。我那个时候真这么想。可以展开一下图图前期如何展示殷勤，他从来没有展示殷勤。这个叫和好客厅，听听他的原话啊，我从来不会对谁什么殷勤，你可能看错人了。他就是在片场跟谁都是有说有笑的，就是跟谁都是说笑笑的，就是感觉他跟谁的关系都很好，其中也包括我，就感觉跟我的关系很好，因为跟我也是说笑笑。那我没办法，我得哄着你们来呀，因为我做生意也好，开店也好，我会觉得说，员工也好，客户也好，其实大家都有点小公主病，特别是就是我拍戏这么多年和开店这么多年，我就会觉得说，跟同性恋工作，所有的同性恋都有一点点小公主病，哎，都有点。叨觉得图图会对你特殊的好吗？我当时会这么觉得，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观察他对别人怎么样，我只看到他对我是什么样的。就我在片场我都不跟别人打交道的。我就坐在角落里，然后别人演戏的时候就玩手机。对，他从来不学习，他觉得他现场是最好的。然后他的就是演完戏之后可能会，因为我们那边有工作人员、化妆师，包括小薇他们都会在我们那边，然后他就会跑到我们那边跟我们说笑笑的。因为我怕你们无聊，我怕你们不想在这学。结果你知道吗？拍戏的时候，我多希望你知道，就是前期我怕他演得不好，我说那你就提前来呗，看看别人怎么演的。结果他在现场一点都不学，全程跟别人玩啊、看手机啊怎么样的。我其实是越来越失望的，就是这种，就是我会因为他现场不学习，我会就是很失望。二把刀一直想着看百里潜规则他没有说看，他想我潜规则他觉得说百里不是会潜规则吗？他什么时候会就是会对我伸出咸猪手呢？我觉得他会这么想吧。衣服照片发我一下，你去我那个主页的橱窗看啊，我是已经上架我的橱窗了。你看他回避了。没有，我没有这么想。因为他前期吧，就是他身边的那帮狗东西们就在那块造谣，说我会潜规则，所以他也是带着一种就是害怕，然后又有点就是紧张，又有点我就要看看他要耍什么花招。对，他想看我什么时候就是。我想看他能耍出什么样的花招。对，但其实殊不知，这些都是别人造谣，而且我真的说实在的，但凡是一个导演级别的人，不用对谁献殷勤，也不用说想尽办法潜谁。做导演这个职业的话，都是别人主动，因为我们的主动其实就在投资人那块，可能我们会对投资人献殷勤，但是演员我们真看不上。说实在的，我们能接触到更有钱或者说更成功的人，这些演员在我们眼里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他有很好的条件，但是呢，一个个的可能跟他们交流还是很费劲的。这不潜规则上了吗？他也是我潜规则的他，我这个，我潜规则他其实算是看不上。我一开始就是看不上他呀。我也看不上你呀。你什么东西啊？演戏那么垃圾，长那个样，你还梁宇凭什么能看上张大年呢？真的是。那你还不是就是暗的对我，就是叫什么暗生情愫了啊？看专辑啥样？这个是专辑啊，它里面有包含了歌词本，就是前面是歌词本，还有一个光盘和 U 盘，就是长这个样子。它里边一共收录了7首歌，然后加上7首歌，这7首歌就是全是在那个除了2首之前
专辑里边的歌之外，还有5首都是绿豆的背景音和那个片头和片尾曲啊。除了这7首歌之外，还有绿豆里边的伴奏，很多伴奏也都在这里边。暗送秋波，没有暗送秋波，他对我没有暗送秋波，没有，就是有一天，我都是明着来的，我都不会暗戳戳的。桌面换了吗？桌面昨天就这个和好客厅总在说我手段可以，很好客厅就是和好客厅，我只能说可能二把刀是你的菜，可能你够不着他，所以你一心都想对二把刀暗送秋波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觉得二把刀是你的天你的地了，但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接触过很多演员，我的生活很丰富多彩，我也不屑做这个暗送秋波的不是那个什么讨好殷勤的这种事儿。你没有这么讲，我就在那个试着了解你的视角，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没出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感情是第一位的。对我来讲的话，感情绝对不是第一位的，可能事业是第一位，感情是第2位，亲情是第3位，友谊是第4位，能明白不？不是说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就是没有爱情，我们不缺爱情，我只能说我是不缺爱情的人，能明白不？不要以你的那种，因为你像你，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没有一样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巨好，但是其实我们有过了，我们没有说特别在意这些东西了，已经，明白不？就像我们现在创业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会说再想去什么当老板的那种心态了。现在就是会觉得说不做生意可能会更好。对，你们俩谁先主动的？其实我们俩在片场的时候，就是表达都是很克制的。他可能就是他原本就没有那个意思。我完全没有。我呢，可能就是那会儿对他已经有好感了，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不能在当时做出一些什么样太过分的那种行为，所以我们俩的我其实这是也是很克制的，就是也没有主动的干什么，也没有说谁主动跟谁表白，就是他知道我分手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他听说是我。他听我一个身边的人跟他讲，我因为他分手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听说你分手了，他说你是因为我分手呢，我说是，然后那时候他就说，那么咱们俩在一起吧，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没有说谁主动啊，谁表白啊之类的。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可能看直播呀，大家会觉得说感情是第一位的，现实当中的人不太会说是感情第一位的，因为你们看直播或者说你们看抖音都会刷到一些情感有关的东西，但现如今的社会里边的人很少能把感情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亲嘴的？因为我们俩，你说剧情之外啊，剧情里就不算。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俩是天各一方的。天各一方。就是他拍戏那会儿不是在北京嘛，我拍完戏我就回深圳了，因为我平常在深圳生活。然后拍完剧回深圳之后，我们俩才确定，就是那天我突然分手了，我们俩才确定2个人要那个谈恋爱。但是那会儿他在北京，我在深圳。我们俩就是每天就只能打个电话什么之类的，聊个微信什么之类的。因为本身我这个人还不爱接吻。那我们第一次接吻肯定就是我后来又去了北京的那天，肯定就是那天接的吻。我会觉得接吻很奇怪。网恋了一段时间，对，是网恋了一段时间，网恋了有1个月差不多。不到1个月好像， 20天吧，差不多就。不到1个月。就20天左右，差不多。你们不是因为剧本炒 CP？ 是的，这我们就是顺水湖州的。
直播真真假假，对，看不明白不用硬看啊。好多兴奋，你上周你也是兴奋，对，我感觉他也没多你长。看了1周你就变成老粉了，演着演着变真的了？没有啊，不是演着演着变真的，我们是全部演完之后我们才是就是才在一起的。我们演戏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幸福是来不及记录的，是的。但凡他能记录出来，就是拍成视频给你们看的，那都是精心设计的。我们在一起就很突然，而且，好多事情其实都是特别随性的啊。绿豆什么时候更新的？就这2周，我觉得这2周就能更新。土豆在开的酒吧，我前几年开的酒吧，现在都不开了。我不信剧里那个眼神老痴情了，满眼都是突突。哎呦，那个真的没。那个一次就好。如果你来我这拍的话，我也能给你拍成演技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你信不信？如果说就是一个素人，我给他拍他的眼神，然后拍一个人的背影，加一段音乐，我也能给你拍出那个就是特别难舍就是特别一眼万里的感觉。这是电影的一个魅力，这不是说演员的一个能力，对吧？这是后期包括这个导演的一个东西，对吧？那这个东西是。有没有什么使馆？不说这个不太合法啊，不做这个事儿。再一个呢，我们俩来讲的话，都不喜欢孩子，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是看到孩子吧，就会好孩子还行，就是不是好孩子，就是乖孩子还行，不乖的我是真受不了，就是特别吵闹的孩子我不行。像之前2个人坐摩天轮，谁说坐摩天轮浪漫啊？我心里我都在想，前面我觉得害怕，后边我觉得说，哎，好慢呐，就浪费时间。然后下去了，说还好，这只是10块钱。他的意思就是剧里边觉得坐摩天轮肯定是浪漫的事，对，但现实里我就说嘛坐摩天轮，对，就现实当中就会觉得说好慢啊，一点都不浪漫。然后对，对，不是说导演导得好，这个是很多方面的啊。你一加音乐，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有的时候你们在那块慢慢的走，只要有一个人拍你，在抖音里找一段音乐，你们也可以走出那种就是特别伤心的感觉啊。只要加音乐，那个氛围感一出来。哪里可以看到绿豆剧照？我们没有在公开的平台上发过绿豆剧照。对啊，如果你想要剧照的话，我们有这个明信片，就是随着这个专辑可能会一起发出去。不过它是那个实体的明信片，它不是电子版的。要不到时候我发个抖音，把那些照片发到抖音上。可是你那些照片也没有说多好看，就是如果说当做明信片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好看，但在网上下载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那种感觉。而且关键是抖音上下载的也不清晰，也不是高清图。对，谢万能瓦卡农送的点亮粉团。当时我觉得我俩在一起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会错意了，然后我当时是特别想跟我前任，就是那个时候被我就是跟前任在一起非常非常不开心，然后也一直走不出来之类的。后来就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但凡你们要做过生意的，特别是你们有90后、00后员工的，你们只要做老板，你们就能感受到那种现在你得求着别人干活。我包括我当导演也是这样，这些同性恋太难搞了。
这些同性恋太难搞了，有一个算一个。龙二是最难搞的，哎呀，这难搞的都不行，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想法，或者说都有那种就是自己的傲娇，都有自己的坚持，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跟同性恋一起工作是会，他们是有自己的思维的，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绝对的对错，所以你有的时候吧，你想让他们帮你去完成，因为我们还都是不给片酬的，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性格，包括你们就是雇员工，你们也会这种感觉，就是你明明给钱了你明明给钱了，然后但是这帮员工说辞职就辞职，说不来就不来。拍同性恋剧也是一样，还没做完后期，AI 的部分差不多做完了，是下一集的做完了，最后一集还没做完，下一集可能会更这2周。你们知道二把刀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我跟他合作的时候，他其实不作，他这人倒不作，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怕被别人控制。AI 就是多抽卡，对，是我对，他特别怕被别人控制，就比如说你要说一个什么事儿，他就会在脑子里转好久，他不想被蒙或者被骗，他就时时刻刻的都会记住妈妈说那句话，在外边千万小心别被骗了那种感觉。就我那个时候跟他合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真的好爱有自己的思想，然后二把刀也是有思想的人，他不想完全相信别人，警惕性，对，他是那种人，所以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有点难搞，但是没有那么难搞，就是他对，所以，但是你们知道吗？剧组里导演说什么，你就尽量的就听什么就好了，导演又没让你去陪酒，对吧？你就是说实在的，有很多剧组他们就是前期在没开拍的时候，那个主角什么的或者是演员确实是陪投资人喝点酒之类的，有这种情况。包括前2天你没看何晟铭说的，何晟铭刚开始跟于正创业拍剧的时候，何晟铭就是主力喝酒的去跟那个于正一起去闯。小薇难搞吗？小薇不难搞，小薇是干什么都很配合，还是配合你拍了？没有程程，其实他在惠州的时候特别难搞。你放屁！我只是没跟你一起出去吃饭而已。你拍摄的时候，我哪个没跟你一起？不是，程程，你不知道他在惠州，也是就是演情侣，这演的呀一塌糊涂。小薇是阴阳怪气。小薇是说话阴阳怪气，但是他其实不是阴阳怪气。小薇其实没什么脑子，小薇其实跟你一样都没什么脑子，你俩都是那种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挺唬人的。你是那种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哎，我很有自己的想法，我很有气场，我很怎么样，很拒人千里之外。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小薇给人的感觉就是玩得很花，对，老油条，玩得很花，然后老油条，情场高手，对，再加上他梳个油头，就觉得没事就去酒吧里边，然后就那种，哎呀妈呀，小虎子，说不定真是他呢。所以都挺唬人的，你知道吗？其实小薇现实当中她是完完全全的，她是走老娘路线，她也不是老娘路线，她是有点，她走的是那种妓女。说什么呢？就是那种拉不到客的那种妓女啊，对，对，她是那种就疯女人，就是那种。就是感觉他在卖弄风骚，他想学金镶玉，但是他学的是一个那个杜十娘，对，他疯疯癫癫的有点，然后人家都能看出来他疯疯癫癫那种。小薇也其实不疯癫，这只是个形容词。
他给人的感觉是疯癫的，但其实他其实很保守，他其实对，感觉老老实实的，然后他跟别人聊骚都是那种，等会儿来家里坐坐，就是他就是那段时间我不住他家嘛，然后我小薇。我平时跟别人聊骚，他跟别人聊骚，完了我俩互换了一下。他说：“你这个，你知道他这个他那个就是说话的那个口头禅，就是你这个是怎么说出口的呀？”我说：“那你怎么聊骚的？我看看他就是那种，我觉得跟同事一样，就是那种。你说话的是个人都，那太那个啥了。我就是会说看看那儿啊。”我首先我就得说看看那儿行，看看那儿，对啊，对啊，看看那儿，不给看拉倒，不给看我就不聊了，不聊，然后过2天可能就把他默默的删除了，然后别人就会在网上说百里屠夫勾搭过我，就是那个。白里屠夫追我，我没同意，然后他把我拉黑了，就出这种消息了，你知道吧？图图20层，可别说了。评论区有没有被图图要过那个的？没有，我真没有。评论区里没有那么好看的，没有那么好看的。不是，但凡有一个人造谣我先给大家说流程。一般都是我在网上，我基本上看到就是自己比较 OK 的行，我会点个赞，点完赞以后，他就会私信我，就说：“图图是图图吗？啊，好喜欢你的剧，能加个微信吗？”我说：“那能加，来加吧。”加完了以后，然后那个他就说：“图图哥哥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你，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看他朋友圈，然后我就看他拍的，其实有一点点擦边那种。然后我说：“是吧？这么喜欢我，那个你喜欢哪一部剧啊？”他说：“啊，我就你的所有片儿我都看。”我就说：“那我都没看过你的片儿，你给我看看你的片儿。”他就会装傻：“什么片儿啊？”我就说。这你有什么我就看什么。他说看哪里啊？我现在都没有拍了，你知道吧？就是，然后我就说，那个那你现在场拍一个嘛？然后他就会找一个他之前给别人发过的东西给我发过来。他说那刚拍的怎么样的？不许外传呢？我说不外传。然后说那有影片有影像吗？他说没有。然后我就说哦。然后我就不跟他聊了，隔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聊的，我就删除了。删除了之后，他在网上就开始说，百里屠夫曾经想潜规则我，但我没同意。后来他恼羞成怒，然后他把我拉黑了。这人真逗，你知道吗？就这种，对。你之前还给我点赞呢，我就没搭理。对啊，我给你点个赞。他给我点赞，我就没搭理他。是。给你点过，因为那时候他关注我了，但是我没回关他，然后他给我点赞想引起我的注意，我就没理他。你很得意啊！这有什么好显摆的呀？你是不是也在外边这么说了？说白屠夫勾引我，我没搭理他。我可没有，那我就说，人家说百里屠夫拍剧的啊，百里屠夫啊，他前段时间关注我了，我连回关我都没回关他。真的会这样说吗？没有，因为没有人在我面前提你，根本就，我只是在直播间里这样讲。很大牌是。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他好像就是那个他发那个演员招募，然后我终于回关他了。哎，我不是回关他，是那时候他把我取关了后来，然后他发演员招募，然后我就关注了他，然后他也回关了。回关之后没几天我在直播，然后他就看到我直播就进我直播间，然后刷个礼物说真好看，然后就好像又走了，就刷了个礼物。那个时候不是觉得你真好看，那个时候就知道就可能说要一起合作了，然后就是建立一下情感而已。我忘了发的是那个是礼貌，我忘了是刷个。就好比你是卖奶茶的，我路过你的摊儿，我点一杯那个珍珠奶茶，然后还要多冰少糖，对吧？我忘了他是刷了个那个
热气球还是刷了个那个跑车了？热气球刷太多了，可没有。反正不是热气球就是热气球好像很便宜，几十块钱。反正是个带特效的啊我完了忘了是跑车还是热气球了。那不就是打个招呼嘛，路过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是先你来要演戏，所以我才维系关系的，要不然我给你刷。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点通了。我喜欢的是那样的，是吧？但是图图在招募演员之前，他就跟他的朋友讨论过我，发了我的照片给他的那个朋友，说这个人长得像我第三任啊，对啊，丹青啊，丹青说一点都不像，丹青说比你第三任好看多了。我第三任哪儿不如你啊？很年轻，对吧？那丹青说的我比他好看多了。可逗了，就没想到跟你在一起事儿这么多。没想到早在几个月前你就那个啥，我们俩就有一些交集了。啥交集啊？你就发人家照片给发我，那不很正常吗？我们是，你们有没有那种闺蜜群呢？然后在网上看到一些那个好看的，然后就互相就发到那个群里边说真好看，然后就说这个不是你的菜吗？哎，这个他好像那个怎么样，他是1还是0？就一大帮人讨论。你们没有这种群？肯定有啊。对啊，肯定有。你那不是群，你那私聊发给他的。哦啊。胖头润蜜是谁？润蜜现在没有了，俩都不太来往了，就因为跟他在一起。怎么跟我有关系呢？他们是这么说的呀，就是他们的视角就是说我谈恋爱了，然后不需要朋友了。小薇可不是这么想的。小薇她做的真的是有点奇怪了。我倒能理解小薇。图图年轻照片我收藏了，颜值能配上道道。关键我现在是谈了的不是他年轻的他呀。然后呢？然后你现在也能配得上我，老公，是我高攀。不是，就是你们总讨论颜值，在这个网络世界可能有点用，在现实当中没用。能明白不？我身边长得好看的肌肉男现在都在多到位，有什么用呢？对不对？相反，那些不好看的，或者说就是长得没那么好看、粉丝没那么多的人，在现实当中，人家现实当中，对啊，人他妈都是非常牛逼的人物，都在点那些肌肉男，给他们做到位。是啊，长得好看真的没用。在网络世界，可能因为大家第一视角就是好看，就会关注到你的长相啊。22岁脸真嫩，那个时候的像素不太高，其实那个时候满脸都是痘坑。对，这只是一个时代一个产物。你要是我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拍照片都是一脸刷白的那种，那像素更不高，都是那个网吧的那个摄像头拍的。我也有一张网吧摄像头拍的照片，那个时候都是在网吧摄像头。那是我网上留存的最早的照片。性格何德兰，我觉得跟他性格还可以吧，但我真的就觉得说，他心理年龄其实挺小的，你承认吗？可能比你大。麻烦上线看一下消息，我看一下手机。叨叨嘴硬了，为什么嘴硬？
帅不帅对于我这个年纪真的不看重，就你们一会儿说什么现在好看现在不好看，我其实真的不在意。我觉得现在身体健康，手里有点钱，然后自由，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就我这个年纪。叨叨哪一点性格吸引你？现在就是想不起来了，因为昨天就是有一点点对他有点失望。对，现在会觉得说，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是好哄，他是一个不记仇的人。然后，其实昨天我俩在第一次就是大的 battle 之后，他就去抱我去了，然后我就一直躲着他，完了我就不愿意原谅他，因为我觉得他每次他跟我就是吵架，他都就是老招数，一点都不换套路的那种，然后我就不愿意搭理他，然后我说我直会儿播吧，但是后来我觉得他认错态度真挺好的，都给我跪下了。你说啥呢你？对，你别搁这造谣行不行？哎呀，不好意思就拉倒吧。你怎么能造谣呢？你还嫌人家小薇在网上造你的谣，那你这不也造谣吗？好了，玫瑰。昨天就是下了直播之后，然后我上了个厕所，他就在床上躺着。我说：“怎么的？你是现在聊还是过几天聊？你是想睡觉还是不睡？”他说：“聊啥呀？”我说：“就聊聊啊。”他说：“那聊吧。”然后就聊这个前因后果。然后他那个时候态度就非常好，他就不反驳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他完完全全不反驳了。我说给他梳理，他打电话听完了以后就说：“哦，好，我知道了。”然后我就是梳理完，我说那个睡觉还是怎么着？反正就，然后他就开始抱我了，这一点其实他做的比我稍微好一点，就是他每次他先认错，然后他每次都是他先抱我。我是那种有脾气的人，然后每次吧，其实都希望把话聊开了，但你发现跟他生气是聊不开的，越聊越生气。但他聊到后边吧，他不生气了，他就来抱你了。但其实我心里堵得慌，我觉得我好多话没说清楚，事儿没解决，所以我就不想让他抱。对，我不犟，其实我觉得我不犟，我是会觉得说有些事儿你必须得讲清楚，你这个事儿发生了不可怕，因为俩人没分开，对不对？那就是这个一定要聊，他不聊，因为他是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他说了一些歪理，说完歪理整个事儿他都记不清了，你跟他梳理是没用的。要讲清楚，是的。我 ENTP 啊，你昨天不是猜到了吗？我是辩论家 ENTP。我觉得感情的基础就是一定要沟通，而且要沟通明白，这是我这个 ENTP 的。对，我这个 ENTP 就是我这个人格是一定要讲明白。他是那种讲着讲着他忘了，捡不起来了。他是属于这种。我看见你说的弹幕了。小情侣吵架很正常。叨叨是 ISFP 吧，是吧？INFP
ISTJ， 对吧 ISTJ， ？ISTJ， 我就除了那个啥跟你不一样，跟你一样，其他都不一样。就说 T 啊 T 一样。明天一定会给大家发的。明天你们想接到我们的电话吗？就是买专辑的人，你们想接到我们的电话吗？如果你们想接到我们电话，明天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确定信息。如果不想接到我们电话，就直接那个留言告诉我们不打电话啊。对，有想接到电话就咱们就打，不想的话就扣1就好了。就是那个在那个评论，就是在私信里边，在微信里边说不想就好了啊。不能接电话。行，那明天就不打了，直接发吧。明天正好还是工作日呢。是的。我比较社恐，不好意思接电话。通讯录内向的还蛮多的，其实我之前也内向。但是我觉得接电话我倒不好意思接。对呀，但是我不好意思的是，我是上班的时候接电话我会不好意思。为啥呀？因为上班的时候，你旁边的同事可能会听到啊，就是你在跟别人说的这些。不，你买东西别人会跟你说很私密吗？会说你吃饭了吗？就买个东西打个电话有什么会社恐呢？我是一个特别社恐的，2个人就不会啊。行，那就不打电话了，明天就直接发货。出去接呗，出去接好奇怪吧？可以出去接，出去接就可以，但是就不想跑，懒得跑。星座是不信星座，但我是金牛座。你跟我聊啥我都能聊。有的时候你看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清清楚楚，就是《甄嬛传》，其实我特别不想看，但是身边人都在聊《甄嬛传》，然后我就去补《甄嬛传》。我是这种人。耳朵还带着助听器。ENTP 可能聊了，是的。反正我要喝酒的时候，基本上全场我就是 carry 全场，就是所以基本上有我在的酒局的话，大家不会无聊，反正谁我都能聊。我记得特别逗，你知道有一天，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就是那个我带你去喝酒，他们说卢卡斯，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情商特别低的人看着卢卡斯特别喜欢，然后就一直缠着卢卡斯。不记得，好像没人公开的讲这句话，你们都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的讲这句话。反正就是那个曾经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顾客，然后我来演出的时候，他其实就关注了可能，然后后来我开酒吧了，然后他就挺对我有好感的，然后他就约我吃饭，但是吧，他其实是我对手酒吧的一帮朋友，结果呢，他约我吃饭，他说哎那个图图那个百里那个一起吃饭之类的一帮朋友，我说行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做酒吧老板了，但是其实我还有点社恐，等我去了的时候，大概有10个人左右，这10个人当中，只有我是我自己酒吧，其他都是另外的对手酒吧的人，我老尴尬了，我就等于我跟人是竞争关系，然后我只身赴宴，别人他们是一伙的，我自己是一伙的，然后我去了我就特别尴尬，但是那天我也是强装镇静的，就在那儿，对。那这跟这个卢卡斯有啥关系？卢卡斯其实到处都有他的故事。
那你刚才那个酒局也有他？酒局不就是那个情商特别低的人，然后那个他跟着那个小伙子和老谢，然后在那个一个酒吧碰着卢卡斯，然后就说卢卡斯是他天才，然后就一直缠着卢卡斯。但是我不知道卢卡斯是谁。无所谓。你们出门喷不香水？喷不香水？之前他会喷，现在他也不喷了。现在我连脸都不愿洗了，这。脸都不洗了。你的脸还是少洗吧。少搓，你别搓了，以后就是洗洗就好。叨叨有闺蜜吗？没有闺蜜。她的闺蜜是我。我都没有朋友，别说被闺蜜了。我俩应该现在是最好的朋友了。叨叨性格应该是特别认真的那种，不会吧？只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就是其实他有的时候吧，听不出我的玩笑，其实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因为你们不觉得其实我是一个面相上就会比较凶的人吗？你可能不觉得，就是粉丝，就是这观众，你们不会觉得说我面相上来讲的话，就每次看我直播，我其实是特别严厉的一个人吗？就是很多人对我的第一直觉是这样的，就觉得我特别特别强势，然后特别特别就是古怪老人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一般开玩笑吧，我是那种不是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我是那种就是一本正经的开玩笑，所以就很多人就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就看惯了我就是比较严厉我突然开玩笑，他们其实就是来不及反应，你知道吧？我之前我的员工们就是这样，有几个员工，其实我挺想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没事儿我就带着他们，就是那个就是跟他们一起喝酒之类的，他们全程就是那种我跟他们开玩笑，他们就很尴尬。你知道吧？就是我在其他地方我社交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那个我一说话，大家都在笑，都在捧场之类。我跟我员工在那个就是一些比如说员工聚会的时候我去，然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觉得现场好冷场就那种。我说我真的好尴尬，我想马上就走，我不想参加这个员工的饭局了，因为他们。你的员工都不是戴着面具跟你交流的，他们就是很真实的自己。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我在酒吧的时候也比较凶，所以我参加这种局，他们反而玩开了，能懂不？所以后来我就不参加了。我之前会觉得说我要参加的，就是一个店的一个团魂嘛。后来我发现不是。对，你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开玩笑真的是很奇怪的事儿，你知道吧？有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个道理的？好，就是昨天晚上，是不是？啥呀？就是你开玩笑，其实就是很认真的那种我一直都知道，所以你没有反应过来或者怎么样，我能 get 到。你知道我有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都是30个人、20个人的那种，都是身边的那个顾客呀，包括那个平时的好朋友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坐一桌，然后去那个酒店开一桌，就是一个包间，大概一晚上消费个1万多的那种。然后有一次吧，我就因为每次过生日我都要起来说话嘛，我就说感谢大家那个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那个生日，然后特别感谢你们。这个时候有人就噗嗤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句话就有人在笑。我其实特别认真的，我就想说，我说哎，感谢大家就是能够就是这么捧场来我的生日，然后有人就是噗嗤一下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笑？他说因为大家都没工作呀，就是他觉得我在。大家都觉得我在阴阳，你知道吧？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准备，就是说那个开场白的时候，其实第一句话一定是认真的，因为第一句话其实是，就是表示尊重嘛，对吧？那第二句我就那个，我就开始搞怪了，但是因为你第二句开始搞怪的时候，其实有的人就没跟上。我第二句是这么说的，我第一句话是说，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我的生日会啊，特别感谢大家这么多年，这个多亏大家照顾了，没有你们我早就成功了。这句话他们没 get 到，然后有一个人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就觉得我非常不礼貌。哎呀，我就觉得真的，你知道吧？我就觉得我2个梗都被破了，你知道吧？对，2个梗都被破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说，我这么老道的一个人，这我都觉得过不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对，因为我平时太认真了。不理解你的梗，对。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梗，其实我就是在想，第一句话我认真的说，第二句话可能那个就是可能不要认真了，就是要搞怪一点，然后大家轻松的氛围之类的。哎呀，尴尬死了。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有趣的人会觉得有趣，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前一句话那么认真，突然就跳了。他也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他不知道哪句话是对，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对吧？你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我的情绪是真是假吧。我就会把你所有的话都会当成是真话。对，这个真的，好严厉是。今晚不吃外卖吗？我们刚吃过一个好吃的饺子。饺子称不上好吃，它馅儿太少了，馅儿特别少。东北饺子就是这样，皮厚。我喜欢那种皮儿厚可以，但是你馅儿也要多。东北饺子是那个馅儿比较少。叨叨认真的在听你讲话。对，昨天他就没 get 我那个点嘛，这前提是什么？这他现在估计你都没 get 到吧？我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开玩笑我也不觉得好笑，本身也不好笑，然后他还想缓和气氛，我根本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那以后你是想跟我开玩笑还是不想开？你开玩笑你要开好笑的玩笑啊。那怎么叫好笑呢？因为他平时怕鬼，然后我就说，哎，那个，我说我那个，因为他平时就看恐怖片啊，他就会缩在我怀里啊，或者他那个看片啊，他就看着他就不看了，然后吓得嘚瑟，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很可爱嘛之类的。然后呢，昨天不就是那个前2天不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来回的不帮我做事嘛，然后全程打电话跟着我嘛，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对人说话有点凶了，我就在那个他上厕所去了，然后说，哎，有那个你看不看见鬼啊？这句话你没觉得我在开玩笑吗？我觉得你突然莫名其妙的，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的问这种问题？你就说，哎，就这句话他也不能懂，就他跟我吃完饭，然后他肚子疼，然后去了那个加油站。我知道你是可能在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你这玩笑莫名其妙的，怎么突然问有没有鬼啊？就很莫名其妙。
就我就觉得好，就这个，就是没有一点前因后果，突然问了一句：“你厕所有没有鬼啊？”我就觉得我说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这种东西？怎么会问我厕所有没有鬼啊？这个觉得很莫名其妙。对。那没有鬼，你为什么会怕鬼片啊？鬼片你当然会害怕啊！你知道世界没鬼，你但为什么会是你还是会害怕呢？对吧？那就算你就看了一个屏幕上人家吃的东西，你也会分泌口水啊，一样的呀。你知道那是假的，你还是会觉得饿呀。那你知道那是假的，还是会害怕，那不很正常吗？好奇怪，我是相信世界上是有鬼的，所以我是完全不信这些。我会觉得有外星人、有鬼、有各种外星人这个他跟有没有鬼没什么关系，倒是。因为我会觉得人的认知其实还是有限的嘛，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传说中的东西它可能真的有，可能就是灭绝了，或者说还没有被大家发现而已，他们可能在对吧？你们能懂吧？就是我觉得人的认知是不断的在被刷新的啊，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会有鬼啊，对啊，会有那个生灵啊，所以我会害怕这些东西。只接受现在现实事物，但是怎么？叨叨不管了说头上39生病，哎，我最讨厌别人说这种话，就是别人越说这种，我就越要做这种，就是在你们眼里边看着很僭越的事情。不要，你别连累我，你别连累我。你知不知道咱俩去那个？我没吓唬你啊，我不，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就是你记不记得咱俩去那个洗澡那天？我那天可能也是有点困，然后咱俩可能也是有点吵架，还是怎么着？你困，那你就不去就好了呀。不是，你听我往后说，不是这个事儿。咱俩那个到了那个酒店那块儿，不是，然后就是要掉头嘛，然后再掉头，然后就到那个酒店了吗？我可能就是因为眼睛比较疲劳吧，然后我突然看在那个就是左那个后视镜那边看到了一个。那天我不是穿着那个蓝色的那个这个长袖嘛，我看着镜子里有一个鬼，然后穿着跟我同样的衣服，然后有点害怕了。那可能是那个啥，就是玻璃的反光让你看到了，但是车窗不是看的又不是很清楚，就是一个鬼影。那你就是眼睛犯毛病了。就我，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说可能是疲劳，也可能是咱们谈了那个什么那个浴池不是嘎了一个人吗？哎呀，跟那没关系的，就是可能是一些光影的交错，然后正好在那一个瞬间。但是我从来没有这种，就是我至今我只有2次灵异事件，一次是就是前几天。一次是那个我刚搬到我家别墅去，然后那天晚上我自己睡觉，然后我就听，就是我半睡半醒当中听有人跟我说话说，来了。那就是你自己心里害怕，然后不是我，因为我那天我其实确实是有点害怕，但是我就听，就是因为我半睡半醒之中有人跟我说来了。然后我就发现我鼻子有点不通气，我就说那可能是因为我鼻子不通气，然后就是用鼻子打了个鼾，然后就发出了类似的声音。我小时候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就是你睡觉就是你想睁眼怎么也睁不开，但是你感觉到门口有个人在站着，在跟你，也不知道是站着还是在跟你讲话，就是你感觉你好像能看到他，但是你眼睛是睁不开的那种状态。对呀，我就遇到过这种事，然后后来就慢慢就是了解，这就是那个可以用科学解释的，我就觉得这全都是吓唬人的。但你不觉得科学解释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就是星座一样或者怎么样一样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解释，但你其实这个事情它发生的本身它就是在发生，只是它需要给你安排一个让你能接受的解释。不是，因为我小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对这种特别感兴趣，什么 UFO 啊，什么各种什么世界未解之谜啊这种东西，我天天就去图书馆我就看这些，后来就全都不信了，后来就是学了那个什么高中物理生物之后，这些东西我就全不信了。鬼压床，我觉得那个，确实挺吓人的。就是你了解到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你就什么鬼怪啊，什么迷信都全都不信了。我还是信的。我是全都不信的。那你做梦不会梦见鬼怪吗？我很少能记住自己做的梦。外星人肯定信啊，因为外星人肯定我俩都信吧。对，外星人我也将信将疑，就是，我信有鬼吗？我当然相信。外星人，我觉得，肯定有外星人，但是外星人可能不像网上传的那个那么发达。我觉得这个形象也不一样。不是，我说他们的科技可能没有像网上传的那么发达。我觉得这所谓的外星人，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生物，但是它具体它是一个植物，还是说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形态？它有多高？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物体，它可能甚至人类都看不到它的小。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对，我也是这么想。对，就是它可能外星人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种生命的形态，就是那种生命的形式，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在我们看来，可能他们不能称为是生物，但是因为我们是碳基生物嘛，我们碳基生物可能没有办法想象那种。不是由碳基组成的这种，就我觉得现在影片里的外星人基本上都长一个样子，然后都是章鱼样，都是那种大脑袋，我觉得不一定是那个长相。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想象的外星人啊。我以前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那个科幻片、科幻小说。我其实我一直想看《三体》，但是我看不明白。三体你听解说就好了，解非常精彩。因为我的想象能力其实很差，你听解说就好了。人造不出来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对。因为就是你可能你像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理解4维和5维？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你们很难想象出来4维和5维是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样子。老婆想喝水。鬼我也是相信的，但是我觉得，有好鬼有坏鬼，然后我们尽量不要去得罪。对，我是这样。我觉得，但凡你要见到鬼了，可能就是你跟这个物种可能就是有关联了，可能有一定的缘分，可能这就是你的。因为我是信命的，你信命吗？命我也不信，我信。今晚怎么聊到现在三体了？就像这种关于科学类的东西，其实我一直都很感兴趣。我刷抖音，平常也会刷到一些什么科学实验呐、什么这种讲的一些什么外太空的一些星云啊、星球啊这种东西，我抖音上都可以刷到。就是我平常就比较感兴趣这些东西。我是信命的，就我觉得人的命数大概是就这几个种类，它可能会让你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啊。就是我叨应该是理工科的，我反正从小就对什么，从小我们那个有个课叫什么劳动什么课，就教你做手工，然后教你做风筝，然后教你做一些什么科学实验，这种我就特别感兴趣，从小就对这些感兴趣。然后图图他就是比较信玄学，我觉得图图是很信玄学的一个人。我不是信玄学，我是对什么事儿我都是尊重的，我是有敬畏之心的。就是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比较自信甚至自满的人，然后后来我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你的视角、你的当下的认知去让你觉得一些事儿的，但是就是好多事情你当下的这个定义，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也可能说是所有的事都没有正确的，因为地球可能也会在变，人也在变，然后包括概念也在变，包括你小学学的那个数学题，它可能解法也变了，然后包括那个文字也在变，包括人的思想、人的价值观都在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变化的东西是我们作为人类来讲是掌控不了的，我们不能太去相信我们所掌握的一些东西，而是要去对所有的变化有敬畏之心，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探索到的未知也要敬畏之心，能懂不？就是你相信的是命，但是我相信的是什么？我相信就是人的基因，包括人的行为，不是人的性格和行为都是由基因和激素决定的。我是信这个东西，就是一些它可以通过科学来解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你觉得你的性格会变吗？性格会变吗？很难，因为性格是基因决定的。我跟你不一样，我觉得一个人变化是非常大的。我这个人啊，我跟大家说实在的，我觉得我跟我之前完全不像。因为我的所有的性格，我是一个跟谁接触近了，我就会被谁改变的人。所以我现在性格一定不是原始的我，一定是我接触过的曾经一个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成就了我现在的我。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就比如说，宝贝儿，你信不信？如果说一句不吉利的话，如果说我跟二把刀分了，但是二把刀多年之后或许能看到一个肌肉男的我，因为我觉得二把刀可能会影响我，所以我过几年可能就是肌肉男。那其实也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就是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那你要这么解释就是无解，就你说话是没有漏洞的，对吧？因为每个人基因是不一样的。反正我就会觉得说我接触了这么多人，我都会觉得说我只要被这个人影响到，我就变成了一部分的他，然后保留了我一部分的我，然后我会不断的把自我，然后去跟别人就是去 battle 完了，然后身上就有他了。我现在就是组装的我，不是绝对的我啊，所以我以后也身上一定有你，这一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基因决定性格不是的。章鱼会模仿其他生物行为，我觉得你也有被我改变，肯定会被你改变。对呀，所以就这样。我觉得未来你越爱我，你越会被我改变，你越会像我。百里看着让人有保护欲。我，我战斗力这么强，你说我？但是你在外边就很怂啊。我那个不叫怂，我那个叫社会的那个洗礼，他天天看那个老高，但是他现实中跟老高完全是相反的人。不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真冤枉我了。你知道什么呀？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我们自己就是比较熟悉的地方可能会比较放松，然后比较做真实的自己，但是一旦你去了外地城市的话，其实你就不太会做自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没房没车，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朋友，也对北京也非常不了解。我在北京要租那个破房子，然后要当学生，然后要去
在北京结交人脉，所以我整个人我都是谦卑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城市我是不 OK 的。但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惠州，我有车有房，这个东西它属于我，属于你的东西，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些底气。你有底气的时候，你就会想做自己，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又行了，所以你就会投诉快递，是的，安全感。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每天唯唯诺诺下楼去快递站拿快递，一来到惠州，你给我送到我们家门口，你不送到我家门口，我就投诉你。我觉得我没问题吧？你快递你不送到我家门口，然后你让我去取那个快递驿站去取，然后关键我还表达了说你必须得给我送上来，然后他还告诉我要理解他们，对吧？我理解不了。但是你要在北京的话，因为我们那个小区它其实就是大学的一个附属家属院，那我们在那块儿大家都是取的，对吧？大家都是学生快递都是在那个，就是类似于你们学校的一个库房的一个边角位置，大家都去那儿取，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就会觉得我现在，他顺丰还是会送到家门口。那倒是，因为他们就是有这个送货上门的服务，是就快递必须要送货上门。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特别怂的人，就是说怕惹事儿。但你知道现在我也是，就是虽然说你有房子了，一码事归一码事嘛，你现在有房子了，你如果说你扰民的话，你也会非常非常小心。你没发现我是这样？我现在我倒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租房子我就不怕扰民，但是我在这个房子我就非常害怕扰民，因为你拿这当家了。对，因为我不想给这个里就是不想让他们找上来，因为我就感觉我自己要常在这里住，我要跟他们搞好关系。宝贝，你长大了。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站在这儿，我越过月台给你买几个橘子。眼神里带柔，我不觉得带柔啊，我不觉得我柔。我觉得就是这个同性恋说话声音都比较温柔，就是你一点都不温柔啊！就是特别你当同性恋时间越久，你说话声音越温柔，就跟直男完全不一样，就听感上来说。他说话一点都不温柔。对，我说话已经比之前柔了非常多了。你是跟我柔，你跟陌生人你很凶，你不知道吗？不是啊，你不觉得你知道我俩是恰恰相反。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是特别凶的人，但是我现实当中我要是跟别人面对面相处的话，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甚至有一点点就是那种柔情似水，或者说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儒雅的那种状态。我可能但是你打电话就很凶啊。还好吧，就今天跟客服打电话。那我是比较表现我凶啊，但是他是那种见到陌生人，比如说就是我要说着那个事儿了，我们在那块拍戏，然后有人拿着那个就在那块看我们，然后拿手机照让我说，就是我们是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拍戏，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基本没人。然后是中间隔了很多礁石，然后我们在礁石的这边，人群是在礁石的那边，所以我们这边相当于没有人，就我们几个在拍戏。然后这时候呢，有几个人就站在那个礁石上边，可能看到这边有人在拿着机器在拍什么东西，他们就很好奇，就拿着那个手电筒就使劲绕我们这儿。然后绕我们这儿，刚开始就是我没什么反应，后来绕着我觉得他太晃眼睛了，太晃我的眼睛了，我就突然就他又绕的时候，我突然就指着那边，我说你们干什么呢？然后吓得那些人赶紧把那个手电筒关了。当时因为我也不确定人家对方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又是一帮同性恋，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打过别人，然后我就心想别给我惹事儿，结果那帮人也怂。本来就是啊，他拿个手电筒一直搁这绕得我眼都晃得不行，我都烦躁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干什么呢？然后他们赶紧把那个手电筒关了。对，
是晚上，是在晚上的海边，就我们拍那场海边的戏，在那块，那场就是如果你们健身练成我这个样子，你们也会像我一样自信的。不会。就是你们觉得，那你昨天为什么哭啊？那是在你面前啊。你要是委屈，你可以打我，你不要在那块落泪嘛。我就会觉得这个行为就是好奇怪啊！你打我好不好你？你想被打是吧？为何会哭？气的，就是真就是气的。谢慧的粉丝团都来，然后我就说你们干什么呢？然后他吓得那人立刻就把这个手电筒关上了。那你说他们晃着手电筒不影响我们吗？咱们又没在拍，因为他会很晃我的眼睛。你是因为你是背对那边的，对，我要看着你，我就正好要面朝你，然后就一直在晃，我就是越晃我心里越烦躁。我觉得男人应该这样，你觉得男人不应该这样？他们可能故意要引起注意，不会，他们就是好奇这些人在干嘛呢，在拿那个摄像机在那拍什么呢？他们就是想照一照，看看我们在干嘛。但我不太理解，其实他们就能肉眼就能看到啊，因为咱们有光啊，为什么拿电棒照咱们呢？可能那会儿我们没开灯吗？不知道。谢利欧雷的比心，谢谢。搞恶作剧那种，他们不是恶作剧，他们也是有3、4个人吧，可能就是在那儿边聊天，然后他们后来就从我们后边走过去，要往更深处走了，他们可能是去摸鱼去了啊，他们可能就是也有事儿，他们不是来专门。但你觉得我跟我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是我吗？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你跟你朋友一起吃饭？对。应该就是我吧，在跟聪聪。你跟朋友们吃饭的时候，就是在酒桌上，你就像直男在酒桌上。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就是跟老家的那群人在酒桌上吃饭，就有那种感觉。你给我滚！就是那样的，你喝酒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就是那老家的，就是老家的那种上一辈儿的亲戚，他们在喝酒的时候那种感觉。你给我滚！就是那样的呀，你就是那样的，你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知。然后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就是让我特别就明白了。他说：“老公，你每次喝酒看着好老。”说我喝酒的时候显得好老，我那个老是单纯就你的外观来说，对他就会觉得不是你表现出来的那种老。但是他前任曾经评价过我说：“白里油的呀。”说你是老男人。对，很江湖。对我喝酒的时候确实是会比较，就是像直男，像那种上了年纪会在那个烧烤摊上光着膀子喝酒的那一群直男，就是那个样子。能不能去茶楼呢？就是高级一点的。没有，直男不会在茶楼上那样表现。你们还会和各自的前任认识啊？他前任在那个各大群里骂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形容毫不留情，就是这种，你们如果看到他喝酒，你们就会觉得我形容的无比的贴切。确实是会有一点点，就是 not a little， 对，就是 a lot。就是我喝酒的时候，就是典型的那种，就是酒桌文化的那种，对吧？对，很酒桌文化。对。一喝酒就变直男，对，就是那种。哎呀妈，我过2天带你参加一个酒局，你吓死了，就是。来，王哥，我打个圈啊，我打到你了，那种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我们身边人都是这样。哎，
那个你是不是还没喝呢？来，咱俩喝一个。哎，别说这个，喝那种就是。对对，就是这样。我们是这样的，对。就是你们如果在大学的时候看着那些大学学生聚会也是这样，就是会学着大人们就是这样喝酒，也是这个样子。好老派，是的，是。打圈儿是的，我们都是这样。那你这打天下的还是这些老家伙，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好，现在年轻人他们不靠酒桌文化来维系感情了。你知道我非常不能理解 KTV 大家不喝酒在那块唱歌，你知道吗？哎，他们就是觉得唱歌就是这种也是维系感情的方式，然后他们觉得一起出去玩也是维系感情。宝贝儿们，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这一辈儿的思想，我还是会觉得 KTV 是大家联络感情啊，可以偶尔唱唱歌，可以摇摇骰子，可以就是认识点新朋友。我觉得 KTV 的功能是这样的，但你知道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同性恋的年轻人，他们去 KTV 是干什么呢？录视频，他们的 KTV 就是不点任何的酒，然后大家坐在那儿，然后你唱完一首，我唱一首，我唱完一首该轮到你了，然后每个人都是拼足了劲儿，卯足了劲儿，在把最好的一次，就是录出来，然后我们那人就是这样啊，就是想唱歌的人才会一起去 KTV 唱的，这好奇怪，你知道吧？那就是目的不一样。我们目的就是去唱歌，我就会觉得大家就是，好像那个海选线又在闯祸，这个人又在闯祸。时代变了，是啊，啊。对，一次就好，我跟你们一样。对，就是我也是这种。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吧，我在 KTV 我是不唱歌的，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我都唱够了。我在 KTV 就是喝酒认识朋友，比如说朋友带朋友，我就会过去，我说，哎，这是你朋友啊，来那个喝一杯，怎么称呼？哎，您是做什么？原来是那个经纪人啊，你好，我那个是做自媒体的啊，对。摇两把骰子，我看骰子如何，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特别江湖，你知道吗？就是一见着陌生人，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这就是 KTV 的，对，这就是 KTV 的那个应该有的氛围。大家去 KTV 是社交去了，你知道吧？对，我见着陌生人，我就觉得我不要一帮特别熟悉的人在那块比赛唱歌，对。对，我是这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开始不社恐了。叨是那种就是围着我，然后那个就跟我说那个想吃那个果盘，我说啊，那你点呗。啊，那个炒饭你吃不吃？我说我不吃。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别人就跟我喝酒，然后他说。那个抄手你吃不吃？我说你看着点吧，就那种，就是那种，他在我旁边，他就是点吃的，然后我在这边应酬，然后他就在那块吃，就这种。然后我跟他唯一的互动，我说酒没了，你再去买2瓶酒去，然后他就会跟我小声说，还买啊，那种就是那种，他就是不听的说。他就是不停的说话，对，他可能就是。我也想唱歌。对，他也想唱歌，然后他就点一堆吃的，然后这果盘有的时候够不着那个果盘，他会站起来吃，然后我俩回家一般都是说，就在算账，说这个酒我们吃喝了多少，知道吧？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会很兴奋，就是说在那个一些场合去遇到了自己喜欢的网上的一些人嘛。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见到他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他怎么是这样？
对，我刷吧，你来播吧。你播吧，我想刷。那我，那你播你刷吧。那我就你播。看你刷。主要叨叨不咋喝酒，不喝酒去 KTV 基本也就唱歌了。主要我去 KTV 我就是想唱歌的，因为平常也不唱歌嘛，然后也喜欢唱歌，就只有去 KTV 的时候可以随便唱。你唱的不好听，这个在 KTV 那个混响的加持下也会变得好听。在 KTV 唱歌很累啊，因为它没有耳返。我都觉得 KTV 唱歌就是你平常唱高音你唱不上去，你唱 KTV 就能唱上去了，因为 KTV 你会非常用力的唱。对，因为你不敢喊嘛。对，我平常唱歌不敢喊。所以剧里梁宇真的不像霸道总裁，梁宇剧本来他就不是霸道总裁，他就是一个开公司的老板。管他唱的好不好听，开心就行。对，我去 KTV 就是为了唱歌嘛。他们有时候就是有的人唱歌会觉得开心，有的人喝酒会觉得开心。你参加过明远啊？你应该参加过呀。没有啊。明远的那种 KTV。我没有，因为我都不去，我就不参加。我参加过一次。我都一些名媛在那块儿，哎呀，就在那块玩手机。在那块玩手机 ，KTV 不喝酒，然后在那块玩手机，等着别人来搭讪呢，好尴尬。KTV 有啥可搭讪的？因为你知道，就是上海的 KTV 都是那种一大帮陌生人嘛，就是他们会拼局嘛，然后就会两拨人，然后就有点像 gay 吧的一个角落似的，然后他们就等着，就是说别人跟他们搭讪，但是一晚上无人问津。我去过上海。我说，哎呀，再不想去了。啊，我倒很少参加。我以前参加这种聚会都是我就是当时的对象带我去，我才会去。然后去的话也是，就是去 KTV， 就是被别人带去的时候，我也不唱歌，我就在旁边坐着玩手机。然后也没有人主动认识之类的。没有。所以你们的局真的？我们局就是唱歌就是唱歌。啊，很无聊。那就跟去玩密室一样，玩密室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密室的惊悚刺激。这个密室没有玩过，我们想体验一下，就是这样。我们玩密室是因为这个局有好看的人，我们才去的。我们那不是，就是想玩才去的。就是我们去干什么都是纯粹的去。没人搭讪吗？没有。我记得我去酒吧，总共去的可能1个手指头能查过来，就从一次没有被搭过讪。因为你太冷了呀，就有人想靠近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人会想靠近我。有，肯定是有，但是别人会觉得说你好像不需要朋友，然后人家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我上次跟你去酒吧。我能感觉到你一进去，所有目光都在看向咱们俩，但是他们都在看你，就是根本就没有人在注意我。怎么会看我呢？就是在看你啊，说啊，那个百里屠夫耶，我操，百里屠夫。啊，他们想着说啊，那个我赶紧凑近他，然后下一个主演是我，是这样吗？对，他这个演了戏就好找对象。关键那个时候也还没播呢，你现在我带你出去，肯定大家就看见了。那会儿没播吗？没有。播了吧？我记得。没有。不可能，绝对播了。播了吗？嗯。那个时候还没那么火呢。那会儿肯定是已经过了1月份了。因为我毕竟是老牌艺人嘛。1月才播的，对。1月才播的，那是小薇。应该没播。
我好像应该是播了，我记得应该是播了。没播啊，那是几月份的？我不知道是几月份，反正没播。咱俩那个时候每天忙着剪视频。剪视频那不就是当周剪的吗？不是，那是一开始剪的时候。我没播。我不太确定，我不太忘了。梁宇也不是马上出场呀，我是第6集才正式开启了我的戏份。第6集的时候都播了第3周了，已经。我确实是会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认识我，但是很多人都讨厌我。然后呢，在一些场合里头，他们看着我就很兴奋，真的。那他们在网上骂过我，你知道吧？经常会这样。男二第6集才出场，对，我的出场就是太晚了啊，我前期的戏份太少了。然后就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饭局，就是有一个人那个跟我打招呼，然后他说他是谁谁谁，我说啊，完了他呢就好像他很有名气，然后又有点钱，长得其实也不错。后来参加完这个饭局，我就想说这个人是谁呀？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我说啊，原来是他，我在我的直播间里怼过他。哦。然后他还跟别人说呢，说之前百里骂过我。然后他在饭局里还敢跟我说话，你知道吧？怪不得大家都讨厌你。但是你知道他在饭局里他特别有礼貌。因为毕竟现实中见到的跟网上还不一样。说话的呀，就是你要是就是说你讨厌一个人，你就现实当中遇到他你也不会跟他说话，但是他不会，他会跟你说话。然后我都挺意外的，我说，哦，那他可能本来就是你粉丝，能被你骂的肯定是喜欢看你直播的，才会被你骂。也不是粉丝，他肯定就是知道我，然后他来我直播间装逼，然后被我怼了，然后就走了。出场打伞那段好看，哎呦那段没有拍好，我觉得本来能拍得更帅的。我想拍那种撑着劳斯莱斯的伞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天天就知道劳斯莱斯，说那个天堂鸟都不知道，就知道劳斯莱斯。天堂鸟是一个伞的品牌，太阳伞的品牌。我只知道天堂伞。啊，天堂伞，sorry。梁宇最好看是撞见图图轨迹的那段那段是后来补拍的。B 站搜百里图书，在哪儿看绿豆？绿豆要在 B 站看，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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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百度或者浏览器的搜索框搜哔哩哔哩，然后它就会出来一个这个搜索的词条，搜索的内容，一般是排在第1个。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它是一个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就是视频网站，然后你在搜索框里搜百里屠夫绿豆就有了。哎，那你跟我参加酒局，你不会觉得我朋友也是，我那帮朋友也有的就是那种特直男的那种。参加酒局，小伙子他们不会很直男吗？他们俩互呛的时候觉得有点，其他时候就还好。有空请您跟图图来油管直播，感恩。图图有时候会的。我觉得最好看的是笑场花絮。笑场花絮好像我印象里是很少。我们笑场我都会比较生气。就是我们都没有笑场，好像基本上。我觉得一个演员要笑场的话，我很生气，浪费我时间。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笑场。我们不鼓励笑场，我们没有时间笑场。我跟图图拍戏，我基本上就不笑场。我俩都笑不出来，都跟这个人演，烦死了。就是也没觉得什么好笑的，因为大家不会觉得演戏是个尴尬的事，所以大家就不会笑。那你要觉得演戏是个尴尬事，吐灵珠，那肯定就笑场了。但是你不觉得演戏尴尬就不会笑。
土灵珠。我笑场的那一次是，那也不叫笑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就是在海边说那个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我那会儿在笑。这是你的演戏的一个风格。啊，对，那是我的风格，也不是笑场。好像很执着张大年这个名，那是图图芝麻宇宙里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张大年这个名字很村儿。就是我们每个编剧他都希望自己编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一个地方里。你就像那个马尔克斯，他编的什么，他那个镇叫什么？就是他的那个地方在所有的他的剧集、他的小说里都会出现。还有那个谁，莫言的那个村儿，就是红高粱里的那个村儿，在莫言的好多作品里都会出现。他们就是想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的一个宇宙。所以他们宇宙里边，这个宇宙里边的东西就是都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他就是会把这些所有的故事都在这个里边发生。所以张大年这个名字就是芝麻宇宙里的一个东西啊。对，马孔多就是那个马尔克斯的那个小镇就叫马孔多，就是马尔克斯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马孔多这个镇上。马可波罗怎么了？马孔多不是马可波罗。属于自己艺术的东西，对，他们就是要打造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想发文有一幕觉得好像接不起来，就是停车场有个碰瓷的戏，梁宇说这俩人神经病，那个地方，其实当初剪辑的时候我就跟图图说，我说要不要把这句话剪掉。但是图图说不要，就要保留。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是个笑点，就是所以他就给他保留掉了。我们这个搞笑的部分没有特别严谨的逻辑，就是让大家看着觉得好笑。搞笑其实是个试验，因为我没拍过搞笑剧。叨叨谈论艺术的时候很有魅力，因为我以前喜欢看这些东西。你包括我喜欢看一些什么量子力学，什么双缝干涉，就是我以前看这种。然后我还喜欢看科幻，我喜欢看那种世界名著。然后就是包括抖音上，但凡我刷到有人在讲某个世界名著，我就会听很长时间，就是听他们在讲这些东西，我就比较喜欢看这些东西。谢谢解答，但是我喜欢可谢谢你。看《生活大爆炸》吗？不看。我不看这个。双缝干涉我都不知道刷了多少次，每次都会看很久。我现在已经不看双缝干涉了。看《红楼梦》吗？不看《红楼梦》。就《红楼梦》的它解说也没意思，就是我喜欢听那种有意思的东西。你看过哪些世界名著啊？世界名著我看的挺多的，但是很多我都记不起来里边讲了什么了。第4集开头起床那段是不是啊？那个也是专门设计的搞笑，为了那个增加吸引眼球的东西，专门设计的，那是塞了东西的，不是真的。哈利波特我没有看过书，我看的是电影版的。善后的。好读。让一些名词。
也是。这里边你哎刷了吗？，别，脚真脏了。这里边你刷了吗？这里边你也刷了是不是？刷了一下。哦，莫言的那个地方叫高壁，好像是我想起来了，就《红高粱》里边发生的那个地方叫高壁。他们这个好像那个《生死疲劳》里边那一堆人，好像也是在这里。他们就是自己会打造自己的宇宙里边的东西。不是没啥刷的呢，我的意思就是你把刷后啊，这儿不是还没刷？可以，那你觉得我刷的不好，你可以再刷。哎，啦啦啦啦啦，宝宝都是哪个路啊？我正打算吃完之后去健身呢。 12点了，你健身去啊？啊，这房子多大呀？这房子90多平。90多平。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Where are you from? “好自律。我觉得他是幸福的呀，就是他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而且这么多年不间断的去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挺。I'm from 马来西亚是吧？马来西亚啊。Welcome to China 。老公一会儿吃啥呀？这个点儿能吃啥呀？吃昨天那个加咸鱼。你点了。你手机快没电了。现在吃吗？现在吃了。Have you ever been to Malaysia? No. But I 为啥？就是这个。你想说啥？ But I want to ？In my plan。啊？ In my plan。因什么？我说在我的计划里。啊。I like 马来西亚。你咋会 like 马来西亚呢？非常 like 呀。This country is very beautiful. The peoples are very interesting. 哽着别嘟的，你管我？我告诉你，我这
我这英语水平，我还自己去了日本。我本来我说我去日本的时候啊，我要好好练练英语，结果呢，去了那儿，日本人不懂英语，日本人英语很差的。现在都有翻译软件儿，但是不是翻译软件儿不成问题。不是翻译软件儿，你给日本人看，日本人是能明白，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翻译给我。你翻译软件是双向的，他直接对着你的手机说就好了。但他不说，他不会对着你手机软件跟你说，工作人员直接就那个给你指，然后就什么什么，就说日语，他们就很冷漠。啊，日本的工作人员，不，那是你消费了，人家会这样。你这地铁那个地铁上的人才不会跟你说呢。那你不就是在哎呀？我是那个坐地铁的时候中转不会中转，然后我问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特别冷漠。百里我是在的 white thing on you。哪里啊？在我手上吗？现在买7得送刷子。手肘有吗？啊，有一点。我手机快没电了。老婆不想吃这家，我给他吃够。我也想，刚才也想说。老婆，你来点吧。我一点我就想点汉堡。你点呗。我还这吃那个。都沾地上了。沾地上抢。以头抢地。所以基本上能看懂啊。汉字是能看懂，但是他们说的话听不懂。Who is that behind? This is my wife. 不是 ，This is my husband. 我也马来西亚人 ，boyfriend husband，boyfriend 是在接触的时候，我俩现在应该已经进入稳定期了吧？我觉得算是。family。好脏啊！这个照片。吃完估计要2点了。你饿吗？你要不饿，你先去健身，回来再吃。你不饿是吧？那我先去健身吧。那你健身的会不会饿呀？我喝一杯蛋白粉去健身。行。然后回来再喝一杯。行。那我下播了。拜拜。下播干嘛呀？我干嘛呀？